Hello， 大家欢迎来到长贵的首尔旅行 Vlog。这次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呢，我在7月底和8月底去了2次首尔，一共待了差不多10天，可谓是收获满满，非常开心，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2次呢，我都选择了这一家位于仁寺洞的酒店，离明洞非常近，公交车就2站，天气好的时候呢，完全可以走着去。我们这次住的是双人标间，是 Booking 上面双人最便宜的房型，空间呢是没有很大，就够用的样子。这一间呢蛮干净的，它也有衣柜、小冰箱跟电视机，卫生间台面很大，下面还有收纳空间。走廊的设计呢是比较有年代的感觉，不过大厅里看起来比较时尚一点。现在就去便利商店买个晚饭吃喽。买了个拉面、蟹肉棒和鸡蛋。这个拉面里面呢有粉包、香油和鸡蛋，这种一大块的鸡蛋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完成。这个水煮蛋很好吃，是入味的，有点五香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很爱香油，所以我觉得这个拉面吃到最后有点腻。来韩国的第一顿正餐，我们先吃了炸酱面和糖醋肉。搅拌的时候呢，是最期待的时候，口水狂流。但是实际吃起来呢，我觉得有点水水的，没有很浓郁的酱料的感觉。感觉没有我去年吃的好吃啊！谁能不被这只奶牛猫迷惑住，进入这家店呀？这家店真的太可怕了，怎么可以每一样东西都这么可爱啊？从去年开始呢，就流行这种长得很潦草的小物，做成挂件真的太可爱了。店里面的睡衣也很可爱，还有各种家居用品，想买的心真的一点都拦不住。然后呢，我们来到了圣水洞。因为我是那种买东西前喜欢做功课的人，所以其实来之前我就列好了我想要买的东西。而且7月底的首尔真的蛮闷热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直奔目标，买完就回酒店了。在酒店休息了一下，我们来明洞吃小吃。我觉得吃到比较惊喜的一个是这个旋风土豆，在边缘蘸了那种辣椒粉，我觉得一点也不辣，很香。然后这个芝士年糕串也很好吃，我超级爱糯叽叽的食物，加上咸香的芝士，不用蘸其他的调料也好吃。出门先来一杯咖啡，但是因为我是小学生口味，冰美式是喝不了一点，所以呢就点了维也纳咖啡。那店员小姐姐呢是和我说不要搅拌，吃上面的奶油然后喝咖啡，我觉得是好喝的，但是一口里面呢要保证既有奶油又有咖啡，不然呢还是挺苦的。然后土锤第一次来呢，还是要带他来打卡一些有名的当地食物，说是饺子，但是是很薄的那种皮，包着一大坨馅，形状呢是包子的形状。稍微有点惊喜的呢是这个豆浆冷面，是很浓稠的豆浆配上荞麦面，很特别的味道，很凉爽解暑，但是我可能也不会特别为了这个来吃这家。弘大这里的谷子的价格不算好，所以我觉得除非是国内线下没怎么见到的谷子和中谷的谷子可以看看，其他的买之前最好还是比比价。Hello， 现在我回到酒店了，开箱一下看到我抽到的是哪些东西。首先是我最开心的找到的好想告诉你的鼓，想吃这个好久了，但是我第一次在线下看到它。第一发是七子酱和阿亚内酱，永远会为女孩之间的友情所感动。第二发呢是萨瓦狗和胡桃酱。我跟女生组好有缘哦，这样就基本上凑齐了主要的女生角色。如果这样的话，我想要再把男生角色也凑齐。天哪，第3发竟然就出了卡塞哈亚单人，凑全员的愿望感觉就要实现了，不错哎，我觉得。哇，这是，天哪，这是萨瓦狗跟卡塞哈亚滚的，他们2个人的，开心哎！小情侣出现了。接下来抽了2发工藤新一个人持立牌，第一个呢抽到了被喂药的名场面，这是经典中的经典呀。第二个抽到了新一霸屏的大脸，一个只有美貌的饼图，好像也没有什么故事。
结果我发现我抽到了唯二的不是新兰的图，好可惜哦，没有小情侣。好想要小时候新兰的这个，感觉好可爱。我还抽了一发百变小樱的吧唧和贴纸。是什么？哇！我抽到小情侣的吧唧了。哦，天哪，这个里面只有一个是小情侣的耶。哦，它是有一张大的和一张小的的。这一套服装我很喜欢我之前有买一个彩窗的，也是这套服装的，然后是小樱跟芝士的，可爱。然后最后的最后呢，就是我在宏大 A 店买的一些咒术回战的骨子，主要是娜娜米桑的骨子，一个她在高专时候的样子的立牌，看到了工作前后的对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工作后的她的样子的。哎呀，一觉醒来就在 wiggle 了呢。好神奇！这家店确实很适合拍照，但是人超多，i 人偷感很重啊。昨天土锤还说想要很 colorful 的计算器，今天突然又说不想要，善变的男人。不过我个人在这一家会冷静一些，因为我在巴特实在买太多了，而且这一家现在在上海也能买到了。作为一个不懂咖啡的人，我觉得它的咖啡的部分酸酸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更喜欢昨天喝的那家，然后司康饼非常的普。你的表情能不能管理一下啊？然后我今天呢是规划了逛文创的一天，主要是集中在野南洞，之后再和大家分享买了什么。晚饭我们来吃一家辣鸡爪，点了个套餐，当中呢还包含了饭团和冷面。饭团是要自己捏的，这个饭团真的好惊艳，巨好吃。要不是怕鸡爪吃不下了，它一定刚捏完就被吃完了。去骨鸡爪吃起来就是爽，哇，吃的真的巨饱。然后我们还打包了饭团。今天和昨天午饭吃的是一样的，吃的是这一家高峰参鸡汤。我自己也吃过土俗村的，但是我更喜欢这一家，它的汤会让我觉得比较浓郁。来吃这个柿子冰，2个人吃这个小份的已经很够了。我们还点了一杯猕猴桃汁。柿子的数量真的没有在开玩笑超多。然后冰是牛奶冰，本身就是甜甜的。哇，这个柿子冰真的要把我的牙要冰掉了。我都是用这个放满冰块的猕猴桃汁来取暖的。这个咖啡厅呢，它是有室外的座位的，推荐坐在外面吃，可能不会觉得这么冷。然后我们真的运气超好，在现场约到了《名侦探柯南》30周年的韩国场展览。我们去的时候人也很少，所以体验超好的。虽然土锤看不懂韩文，但是没关系，我看得懂，可以给他翻译。然后我后来回去听说上海场人超多，就更加觉得幸好有来看。当然也少不了买韩国限定的谷子啦。入场门票卡我们抽到了2个大帅哥透和秀一，然后因为我有写手账嘛，所以我就买了2包贴纸，1包用来贴，1包收藏。还有这个新兰的亚克力大立牌，这个微命的图我真的超级喜欢，超好看。然后这个纪念册呢，中文版的也会出，但是我就想说留作一个纪念，顺便练习一下韩语好了。最后还买了一个非韩国限定的新兰立牌。最后呢是一个满赠，店员小姐姐拿给我的是瓶次，这个原画瓶次巨帅。哈，现在是8月19号，我又来首尔啦。今天的 OOTD是不是很眼熟？其实一直在英国生活，就不太想要买短袖，一年能穿的时间有点短。但是这次我在亚洲待的有点久，所以这次来韩国就打算来买点衣服。
左手无名指是 Justin Clanket， 食指呢是 Tom Wood 的。因为我的手是超级大肉手，所以特别精致的那种真的戴起来就很灾难，就必须要买一些有特殊造型的才压得住。中午我们又来吃参鸡汤啦，我真的觉得夏天就想吃清爽的食物，所以选来选去又是来吃这个，一如既往的好吃。吃完之后呢，土锤突然身体很不舒服，他这次来的时候感冒了，好可怜，所以就只能在酒店里休息。我呢就在酒店旁边逛一下上次没来得及来的人四栋。我觉得这边最有意思的应该就是这个复合文化空间了。这里呢是沿着走道绕上去，走道的一边是各种小店，有文创啊、首饰、创意传统工艺品，集中在这里还蛮好逛的。逛完之后呢，我就回来带土锤出门吃晚饭。我们去了明洞的一家藏在巷子里的血浓汤专门店，我感觉这里真的好 local 的感觉，吃饭的都是韩国人。学习了我独自生活里面全炫茂的吃法，一定要多加胡椒，然后加适量的盐，这样就超级好喝，热乎乎的。结束之后呢，我在明洞的 A-Land 这里买了几件短袖，不然之后几天就没衣服穿了。这件短袖呢，就是我昨天在 A-Land 买的。这件衣服上的涂鸦呢，就有点像 INTP 大脑内部奇奇怪怪的内容物。我看到的时候，一下子就和我的脑电波连接上了，这必须要带它回家。这里我在感叹，猫猫实在是太可爱了。我对猫猫元素很没有抵抗力。考虑到土锤的身体状况，我们今天要去汝矣岛现代百货，不用爬坡，不用暴晒，累了呢就可以在吃东西的地方歇一下。厕所也很多，很干净。这间百货呢就在汉江附近，你们如果来的话呢，可以顺便在汉江公园玩。我们先来 B1 层吃个午饭，它有一股不知道是锅气还是洋葱炒出来的香气，真的很香，酱汁也很浓郁。我觉得比明洞那家好吃啊。我们现在叫车回家了，因为土锤突然身体很不舒服，可怜的土锤，当天晚上就发烧了。然后呢，我买了一样东西回酒店来给大家开箱一下，就是在 Anderson Bear， 这个包装袋也很美，江江，我买了一个双肩背包。我觉得我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比较推崇极繁主义的，所以比起比较简约的外观呢，我更喜欢这种有非常多细节的包包。然后因为我自己的电脑是16英寸的，然后我就问店员小姐姐说16英寸的能不能放下，她说绝对可以，因为这个真的巨大。它前面这个背带这边，这个是它的一个有点像标志性的2个小扣，然后因为它加了这个可以挂东西的钩子，所以这看起来就非常像一个笑脸。然后这个是个哭脸，我把它翻下来就变成2个笑脸。然后我有在网上看一些韩国博主的测评，他们就有提到说，它这个书包这里，因为它这边是2边连在一起的，所以背起来的时候会还蛮舒服的。然后它这个当中呢，也是有那种垫子，然后背带后面也是这样的，软软又舒适又透气的感觉。这个周围大家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可以挂东西的地方。我不就是在韩国也买了很多可爱的小挂件，我就觉得说可以在上面挂得满满的都是我喜欢的可爱的小东西，我就想我就觉得好开心。然后我的身高是172，后面、侧面、正面。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书包这个带子这边可以调节的松一些，然后让它这样垮下来一些，我觉得更好，更符合它那种垮兮兮的感觉。打开来看一下，里面呢是有专门放电脑隔层的。对了，它还有一个比这个小一点尺寸的，可以放15寸电脑，这个金属的质感也很棒。本来觉得呢是病号餐只能喝粥，但是意外的好吃哎！我点的是鲍鱼粥，巨大一碗，里面呢是有一小块一小块的鲍鱼肉的。如果想要更多鲍鱼，也可以加钱买更豪华的。吃完回去的路上经过 A-Land， 又没忍住进去了，真的是我的快乐老家耶！因为这边除了衣服，还有很多文创。这么大的兔耳朵静汉，不能不拍吧？早上好呀，
今天土锤完全歇菜了，所以我想说我就在附近逛逛好了。来到了专辑店，拿了一个正规4后续的 kit。这套造型每个人都好好看啊。小卡士，小巴，哇，我很少抽到小巴耶，不错不错。然后我来到了一整栋楼的韩国大床，但是老实讲，它每一层都很小，不是我想象中的规模，而且只有一个直达电梯，要排队。现在呢，我在从明洞往酒店方向走，路过了清溪川，给大家看一下白天的清溪川。然后我就转去酒店附近的教保文库，是一家超级大的书店。我想说来看看韩国版的漫画，有很多熟悉的耶。这个书店还有非常多的文创，有点像文创选品店，像 Wiggle Wiggle、LifeWorks 之类的都有。这个真的一下子就抓住我眼球了，透明的游泳圈也太可爱了吧！像各种卡套啊，很多不同的 IP 都有。如果不想在外面晒，时间紧，完全可以来这里一站式购物。回酒店了，总感觉来韩国不吃一次炸鸡太亏了。而且我和土锤特别喜欢芝士粉味的炸鸡，在英国也只是这个口味的，所以不能错过 BHC 家的这个明星口味。我自己觉得同口味的芝士球才是必吃，炸鸡的话呢，另外这个酱油味的更好吃，两种口味一起吃呢就不会腻了。早晨先来了一家灯具店，这一排都是充电的小号台灯。Snowman 这个型号灯真的好像糖果哎，买好啦！我已经能想象它在我的房间里会有多么的合适了。隔壁呢就是一家文创店，韩国真的好可怕，遍地都是文创店。午饭呢，我们来吃烤五花肉。本来是想试试韩牛的，但是要2份起点。这个表面真的是滋滋冒油，脆脆的。鸡蛋羹是送的，很惊艳，软乎乎的绝了。下午呢，土锤继续在酒店里休息，我就给他送回来了。结果竟然遇到隔壁着火了，你们看这个烟超级夸张，消防车来了好多辆，还好。没过多久火就扑灭了，希望没有人受伤。然后我呢就继续出门了，嘿嘿，又来弘大了，来了我上次没来得及逛的想象院子。这里的1楼全是文创，也有很多熟悉的 IP。啊，我真的对这种几何的复古的图案很喜欢，样式实在是太多了，我就拿了2个迷你集合版的，赶快逃离。Boss Cat， 这不能忍啊！大佬猫猫必须要拥有的吧。Mr. Do Nothing 有一种精神状态很颠的感觉，很喜欢。2楼呢就是杂货类的，有可爱的杯子啊、盘子啊。我现在呢就是往弘大地铁站方向走，这个沿路上有好多拍大头贴的店哦。这次来韩国其实是想要买几件卫衣的，明洞的 A-Land 的卫衣上的不太多，所以就想说来弘大的店看看。这个店呢，我觉得入口和出口好复杂呀。我本来想去3楼的，就不知道拐到了哪个不通的楼梯间。这个帽子现在看其实还蛮好看的吗？还是等电梯好了。这边呢确实有一些卫衣，但是是简约的那种字母卫衣，我比较想要有涂鸦的。接下来呢，我又来了Musinsa。如果是喜欢简约大气风格的话呢，适合去 Standard。如果像我喜欢涂鸦街头风格的，一定要来这间Musinsa Store。啊，看到一件我喜欢的类型，就是这种水洗风格涂鸦的。但是这个码是 L， 对我来讲太大了，而且因为它下摆有做收边，所以就堆着的感觉，看起来有点肥大，是怎么回事？更小的码呢没有货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小码会不会好看。不死心的我呢拿了这个牌子的另一件，虽然这个是字母的卫衣，但是它的字母是酷酷的，然后袖子上的星星我觉得也很好看，有那种水洗的感觉。它这个下摆是没有收边的，我觉得就很适合梨形身材啊。心满意足的回酒店喽。那以上就是这次的首尔行啦，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拜拜。